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，《山海经》中就说黄帝炎帝为中华文明的始祖，而炎黄子孙呢也是从此而来。然而长期以来却忽略了炎黄子孙母系血缘的由来。其实呢，炎黄子孙的母系血缘呢也是有证可考，同样有着一段辉煌的历史。那么西陵国呢，就是传说中的古老国度，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它的存在。太史司马迁呢，在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中就记载了黄帝居轩辕之丘，娶西陵氏之女为嫘祖。嫘祖呢为黄帝正妃生2子，其后皆有天下。那么此段记载则可以说明黄帝呢是华夏文明的始祖，而嫘祖呢则是与黄帝并列的华夏民族的始母。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的正义里面解释到说西陵国名也。所以两处史料结合到一起呢，就揭示出了一段长久以来不为人们所关注的史实。武帝本纪呢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从西陵国发展为帝的5个部落首领，其中有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的各种事迹，同时也记录了当时的部落之间的频繁战争。据《史记》记载呢，武帝之后夏商周3代帝王、春秋12诸侯以及战国7雄的祖先呢，均来源于黄帝与嫘祖的血缘，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。所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夏朝之前的历史山海经西陵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唐。黄帝是少典部落的后裔姓公孙名轩辕。他生下来就很有灵性，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善于言辞，幼年的时候聪明机灵长大后呢敦厚敏捷，成年以后呢非常的聪慧。那么轩辕当政的时候呢，神农氏的后代就已经衰败了，各诸侯呢相互攻占，用暴力呢虐待百姓，而神农氏没有力量征讨他们。于是呢，轩辕就习武练兵去征讨那些不来朝贡的诸侯，各诸侯于是这才归顺了。而蚩尤呢，在各诸侯中是最为凶残的，没有人能够去征讨他。炎帝呢想进攻欺压的诸侯呢，但是诸侯却都来归顺了轩辕。于是轩辕修行得业整顿军旅，研究40气节的变化，种植五谷，安抚民众呢，丈量4方土地，训练了熊、貔貅、楚、虎等各种猛兽，跟炎帝在阪泉的郊野进行了交战，先后打了几次仗呢，最终征服了炎帝，如愿得胜。所以黄帝往东去过了东海，登上了泰山；往西到过崆峒，登上了鸡头山；往南呢去过长江，登上了熊山、香山；往北呢驱逐了昏玉部族，在涿鹿山的这个山脚下就建起了都邑。所以黄帝四处迁徙没有固定的住处，带兵走到哪儿呢就在哪儿设置军营自卫。所以黄帝所封的官职都用来命名，军队呢号称云师，他设置了左右大监，由他们来督察各国的诸侯。这时候万国安定，黄帝就获得了上天赐予的宝鼎，于是呢就开始观测太阳的运行，用于推算历法，预知节气日程。他启用封后、立木、尝鲜、大洪等治理民众。黄帝呢顺应天地40的规律，推测阴阳变化，讲解生死道理，论述存与亡的原因，按照季节来播种百谷草木，驯养鸟兽蚕虫，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。而且他们还有节度的使用水火木材等各种财物。他做天子有土这种属性的祥瑞的征兆，而土呢又属黄色，所以呢号称黄帝。黄帝所居住的轩辕之丘呢，就是当今河南的新郑。他娶了西陵国的女儿为妻，这就是嫘祖。我们最尊敬的祖先黄帝的妻子嫘祖呢，原本就是西陵国人。炎黄子孙呢都相信黄帝确有其人，也相信嫘祖确有其人，所以坚信西陵国是一定存在的。而西陵国在哪儿呢？在盐亭境内呢有一条河叫做产水，古时候呢称西陵河。当时生活在这个河流附近的各个这个小部落呢，就由此建立起了西陵诸侯国。在远古部落的联盟时期呢，各部落之间实行军事民主制，推行部落联盟的首领。而嫘祖诞生的部落的首领呢，就被推选为酋长，其势力大约就是整个四川的境内。而盐亭呢，就是西陵国管辖境内的一个区域。根据学者依据历史的遗存的考古挖掘推断呢，现在的四川绵阳市的盐亭县呢，就是古西陵国所在。而盐亭县因为与盛产盐的这个盐井相邻而得名。
近代以来呢，学者们在考察这个盐亭主盐文化时候，就发现了大量出土的桑蚕文物、化石、嫘祖文化的遗迹，还发现了唐代刻立的嫘祖圣地碑，以及许多关于嫘祖发现天虫、养蚕、治丝传说的信物等等。所以在民俗的考古中呢，当地的百姓称盐亭县城南60公里的一座山为嫘祖山，山上面有一个嫘祖穴。当地呢世世代代口头相传呢，洞穴就是当年嫘祖出生之地。一系列事迹呢，引发考古工作队的极大的兴趣。所以经过了长期的考证呢，在20世纪末呢，他们在当地的祖家湾古墓群中就发现了2幅石刻，分别是轩辕酋长李天启年图和蚩尤封后归墟扶桑职业图。如今呢，盐亭每个与丝绸有关的地名都流传着一个嫘祖蚕桑织业的故事。老百姓们仍然保留着每年祭祀嫘祖的风俗。专家因此相信呢，盐亭县应该就是当年嫘祖出生的地方，也是西邻国的所在。那么除了《史记》之外，黄帝迎娶嫘祖的故事呢，在世本、大载礼记中也都有记载。民间传说呢，嫘祖又叫蚕母娘娘，她是皇帝的正妻，与皇帝生了玄霄和昌邑2个儿子。那么皇帝呢是华夏大地的共主，所以嫘祖便是华夏大地的第一夫人。而皇帝本是有熊国的君主号称轩辕氏活动是在今天的河南山西一带，是炎帝之后的中国共主。而嫘祖呢，则是西邻国国王的女儿。传说呢，在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上呢，西邻国国王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儿，她每天不辞辛劳外出采摘野果，附近的野果采完了就跋山涉水的到远处去采摘。可是没过多久呢，远处的野果也采完了，所以姑娘一想到族中的老幼要挨饿呢，不由得就失声痛哭了起来。巡视到此的天帝呢，正因为天府之国的美景所动，忽然就听到了这个姑娘伤心的哭泣，就很受感动。他就把天庭中的醉仙呢马头娘呢打下凡间，变成了吃桑叶吐丝的蚕，而这个蚕把桑树上的这个桑果就送给了姑娘，姑娘就采了许多带回去给族人吃。夏天呢，蚕吐丝做茧，这个姑娘呢便将之编成了衣服给了族人。后来呢，姑娘又将这个蚕捉回家喂养，逐渐就掌握了养蚕的技巧和缫丝织绸的技艺，并将这些技术就传给了族人。那么西邻国的子民从此就不用再穿树皮兽皮，而是穿上了美丽舒适的丝绸。此后人们便称国王的女儿为嫘祖。那茹毛饮血的西邻人穿上了华丽的衣服，很快就在附近的各国中传开了。而西邻国东边的夷人、南边的越人纷纷派使臣到西邻国呢，向嫘祖求婚。但是嫘祖全部都婉言拒绝了。此时呢，皇帝也来到了西邻国求婚嫘祖早就听闻皇帝的声望，所以西邻国国王呢也十分向往与皇帝强大的势力结合，所以2人最后就成了亲。而皇帝便成为了西邻国国王的女婿。华夏文明从远古就充满了智慧，而皇帝和嫘祖美满的婚姻的背后也隐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。可以说嫘祖与皇帝的结合是一种强强联合的政治婚姻。2人的婚礼实际上是西邻国与黄帝部落的联盟，所以2大联盟从此走在一起中原地区的黄帝部落原本是不知蚕桑的，而嫘祖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的技术就带到了中原。史学界已经证明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原文明出现蚕桑的时间，所以此后呢，黄帝部落逐渐就强大起来，并向东迁徙了，走上了快速发展强大的道路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中原地区可谓是战云密布在黄帝部落不断的强大的同时呢，南方的九黎部落的联盟呢，在其首领蚩尤的带领下也发展强大起来，并开始向中原进攻。所以九黎部落呢，就是一个由很多部落组合成的大联盟，而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，其中最强大的部落首领就是蚩尤。这就是蚩尤有81个兄弟传说的来历了。由此传说可以得知蚩尤联盟的部落之多所以这个九黎部落强悍好斗，据说他们是最早使用青铜器武器的部落了。当时山洪爆发呢，铜矿顺流而下，所以九黎部落呢将这些铜矿就收集了起来，炼制成了青铜武器，制造了锋利的兵器。其他的部落的武器呢，那个时候都还是石刀骨刀嘛，所以这个九黎部族所向披靡，人们对九黎呢是又恨又怕，以至于后来呢都把蚩尤描绘成了可怕的怪物。所以九黎部族和炎帝部落呢，在今天河北一带的逐鹿呢就发生了逐鹿之战。炎帝部落呢大败，只好向皇帝求援。这个时候呢，皇帝已经和嫘祖呢带着2个儿子回到了有熊国。透过这次西陵之行呢，皇帝联系到了强大的同盟，并联系了一些长期遭受蚩尤压迫的部落。为了对付九黎部落的青铜兵器呢，他命人训练猛兽，
还用弓箭呢装备自己的军队。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呢，皇帝和蚩尤就在竹洛展开了大决战。为了鼓舞士气呢，皇帝还命人将东海流坡的山上的怪兽呢蝰，也就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捉回来，把它的皮剥下来做鼓。命人到森林中将雷兽捉来抽出它身上的一根大鼓当鼓槌。这个鼓面一敲呢，方圆500里都听得见。响亮的声音不但可以鼓舞士气呢，还可以联络士兵，传递战讯。为了能够在大雾中辨别方向呢，皇帝还发明了指南车。一番血战之后呢，皇帝终于在涿鹿呢打败了蚩尤。此战之后呢，皇帝取代了炎帝的位置成为了中原部落的联盟的霸主。此时皇帝的妻子嫘祖呢，充当起了贤内助的角色。他就带领妇女上山剥树皮织麻网，还把男人们的狩猎的各种兽皮剥下来做衣服，并劝自己的子民说呢，农桑才是国家的根本。所以很快呢，各个部落大小的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子，戴上了帽子，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。而嫘祖这个伟大的女性呢，就是华夏第一后，炎黄第一母当之无愧。那么之后呢，皇帝和嫘祖完婚后并没有马上离开，他们还在这个西邻国，也就是今天成都平原地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据《史记》记载呢，皇帝和嫘祖的大儿子玄霄生在了江水，也就是现在的乐山一带；二儿子昌邑生在了弱水，也就是四川西部的牙龙江畔嘛。由此可见，这2个儿子均在西邻国所生。大概皇帝也很留恋这个蜀中美景。之后二儿子昌邑就娶了蜀山氏的女儿，叫昌蒲，生下了高阳。那么高阳有圣人的品德，皇帝死后就埋葬在了乔山。他的孙子也就是昌邑的儿子高阳呢，就继了帝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颛顼帝。颛顼帝高阳呢是皇帝的孙子，昌邑的儿子。他沉静稳练而有谋，通达而知事理。他养殖各种庄稼牲畜，充分的利用地形呢，推算40节令，以顺应自然，依顺鬼神制定礼仪，理顺45行之气，教化万民，尽竭身心与祭祀鬼神。他往北呢到过幽岭，往南去过交趾，往西到过流沙，往东去过潘木。各种动植物、大小神明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，几乎都让他平定了，没有不归顺的。所以颛顼帝生的儿子呢叫穷禅。由于儿子不成气候呢，颛顼死后呢，玄霄的孙子高辛继位，就是帝喾。他是皇帝的曾孙，高辛呢是颛顼的侄子。高辛生来就很有灵气，一出生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。他普遍施恩于众人而不及自身。他很聪明，可以了解久远的情况，可以洞察细微的事理。他顺应上天的旨意呢，了解下民之所急，仁德且威严，温和呢且守信，修养自身，天下归服。他收取的土地上的财产呢，节俭使用。他抚爱教化万民把各种有益的事情交给他们。他也是推算日月运行以定各种节气，恭敬的迎送日月的出入。他明识鬼神，慎重的加以侍奉。他仪表堂堂，道德高尚。帝喾治民呢，像雨水浇灌农田一样，不偏不倚，遍及天下。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呢，风雨所到的地方，没有人不归顺于他。所以帝喾娶陈丰氏的女儿，生下了放勋；娶居兹氏的女儿呢，生下了直。帝喾死后呢，直接替了帝位。帝直登基后呢，没有干出什么政绩于是弟弟放勋登位，这就是尧帝了。他仁德如天智慧如神，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，仰望他呢就像云彩一样滋润大地。他富有却不骄傲，尊贵呢却不放纵。他戴的是黄色的帽子，穿的是黑色的衣裳，朱红色的车子，驾着白马呢。他尊敬所有有善德的人，他能够使同族9代相亲相爱。同族的人既以和睦呢，又去考察百官，百官各方诸侯邦国呢都能够和睦相处。在尧年事已高的时候呢，他就问他4个大臣，他称呼他们为4岳，说谁可以继承我这个事业呢？4岳就说你的儿子丹朱通达事理。而尧说呢，丹朱他这个人愚顽凶恶，不能够用。而尧又问道，那么还有谁可以推荐呢？4岳就说共工广泛的聚集民众做出了业绩，可以用。而尧说呢，共工好讲漂亮话，用心不正，貌似恭敬呢，却欺骗上天，不能够用。那还有谁呢？4岳又回答说我们的德行不行，不配登上帝位。尧就说呢，那就从所有同姓异姓进大臣以及隐居者当中推举吧。于是大家就都对这个尧说呢，有一个单身汉流寓在民间，叫做虞舜。尧说对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，他怎么样呢
4月就回答说他是个盲人的儿子。舜呢是冀州人舜在骊山耕过田，在雷泽打过鱼，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，在寿丘呢做过各种家用的器物，在阜下跑过买卖。所以舜的父亲凶顽，母亲嚣张，弟弟象呢桀骜不驯，他们都想杀掉舜，而舜却恭顺行事，从不违背为子之道，友爱兄弟，孝顺父母。他们都想杀掉他，却始终不能得逞。而有事呢找他的时候他又经常陪伴左右，而舜却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，尽孝悌之道呢，用美德治理家业，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。而尧说那我就试试他吧。于是呢，尧就把2个女儿先嫁给他，从2个女儿的身上来观察他的德行。于是舜就让他2个女儿呢降下尊贵之心呢，住到了河边的家中去了，遵守为父之道。于是尧还认为这样挺好的，就让舜呢任司徒之职谨慎的去理顺了父义、母慈、兄友弟恭、子孝这5种伦理道德，人民都遵存不违。而尧又让他参与了百官的事情百官的事因此变得有条不紊，让他在明堂4门接待宾客呢，4门处处都和睦，从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恭恭敬敬的。尧又派舜进入了山野丛林，大川草泽，遇上了暴风雨呢，舜也没有迷路误事，所以尧更认为他十分聪明，很有道德。于是就把他叫来说道3年来你做事周密，说话都能做到，现在呢你就登临天子之位吧。舜就推让说自己呢德行呢还不够，不愿意接受帝位。因为尧的年老呢，让舜呢代行天子职务。于是呢，在正月初一舜就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帝位，向上天推荐。所以尧让出帝位28年后就逝世了。尧了解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，不配传给他天下，因此才姑且试着让给了舜。让给舜呢，天下人就能够得到利益，而只对丹朱一人不利而已。传给丹朱呢，天下人就会遭殃，而只有丹朱一人得到好处。所以尧逝世后呢，3年服丧完毕呢，舜就把帝位又让给了丹朱，自己躲到了河南的南岸呢。而诸侯们前来朝见的时候不到丹朱那里去，却到舜这里来歌颂功德呢，也不去丹朱那边，而歌颂给了舜。所以舜说这是天意吧，然后才到了京都，登上了天子之位，于是就变成了舜帝。当时的年代呢，水灾呢是最大的事情。由于大禹治水有功呢，开通了9座大山，疏通了9处湖泽呢，治理了9条河流，划定了9州方界，所以各地安宁呢都按照缴纳的供奉前来进贡。舜就事先把禹呢给推荐给了上天。17年后呢，舜去世了，服丧3年完毕呢，禹也把帝位又让还给了舜的儿子，就跟舜呢让给尧的儿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。但是诸侯们都归服于禹，最后禹就登临了天子之位。而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分别是在唐和虞得到了封地，而禹呢还让他们穿着自己的家族服饰，用自己家族的礼乐仪式。天子呢也不把他们当臣下来对待，所以以表示自己不敢独占天下。那么从黄帝到舜到禹呢都是同姓，但立了不同的国号，为的就是彰显各自光明的德业。所以黄帝号为有凶，颛顼号为高阳，帝喾号为高辛，帝尧号为陶唐，帝舜号为有余，帝禹呢号为夏后，建立了夏朝。歇的后裔呢建立了商朝，契的后裔呢于是建立了周朝。这便是史前5帝的故事了。而古时候所到之处的老人都称赞黄帝、尧、舜的事迹。虽然风俗教化有所不同呢，但和古文献记载的说法大致都相同，还是比较可信的。最后呢，考古人员在西陵国境内还发掘出了一个高60公分的青铜贵俑和一座上古界碑，上面刻着50多行类文字的符号。据科学方法测定呢，年代呢比三星堆文明的遗址更古远，是属于公元前5000年前的文化遗存。根据这个时间来计算呢，迄今世界上公认最早的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，古埃及象形文字，距今呢也只有约6000年。所以西陵国的文化呢，比两河流域的文明更为古老和悠久。这就是夏朝以前的历史了。那么好了，故事呢，宇哥就讲完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。别忘了宇哥跟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1集，一定要点击宇哥头像进去翻找哦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一定要关注、点赞，鼓励我们继续做更好的作品给你们看哦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